中国有句话叫人不为己，天诛地灭。这个为念作为是修为的为，不是为了的为。这句话的真正意思是，未来如果一个人不去修为自己，就会被天诛地灭。随着时代升级，地球和人类能量也在升级。未来社会只有两种人，沉睡的人和开悟的人。世上只有 1% 的人能觉醒开悟，剩下的 99% 的人永远都只能沉睡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因为那 1% 的人懂得借假修真，借着假合的表象来修的真我，修成正果。借着外在的假象来修自己内在的幸福，这是人类最顶级的智慧。因此，这支影片非常重要，可以助你获得内心的幸福和人生智慧。请看到最后，你必将有所收获。首先，人有3个维度：生存、生活和生命。世界也经历了3个时代：农业时代、工业时代和信息时代。农业时代解决生存问题，我们要吃饱穿暖；工业时代解决生活问题，我们的物质要足够丰富；信息时代解决生命问题，我们的灵魂要觉醒，也就是要开悟。人类的能力也在升级，最开始是体力，后来是思考力，现在是觉醒力。从现在开始，人类最核心的竞争力是觉醒力。因此，未来的人只有2种：觉醒的人和沉睡的人。觉醒就是开悟，这才是人生最重要的事情。无论是佛祖、老庄还是瑜伽、上帝，他们存在的终极目的只有一个：引导我们进入觉醒开悟的状态。我们经常说，这是最好的时代，也是最坏的时代。有大破必有大立，当大部分人被淘汰，就必然有一小部分人会觉醒，这样能量才能保持平衡，这也是宇宙的平衡之道。人生最重要的事就是生命的觉醒。可惜绝大部分人还在执迷不悟，还在低级的维度里努力，这是低效的挣扎，只能是徒劳无功。怎么才能开悟？那就要靠修行。2. 人生的意义就是一场修行。修行的关键在于破除我执。绝大多数人一生都活在自己的短见和偏见里，只有在临终的那一刻才能觉醒，发现自己一辈子都活在自己的认知牢笼里。然而，此时人生已经即将结束。咱们修行，身边经常有这样一些人，他们为了逃离所处的环境，宣称要离开世俗，然后去某个清静的地方去修行。还有很多人开始求神告鬼，迷恋那些玄乎的东西。这其实是现代人逃避现实的一种表现，都是南辕北辙。金刚经里有4句最经典的话，其中前3句是：第一句，若菩萨有我相、人相、众生相、寿者相，皆非菩萨。意思是，如果我们拜的那个菩萨，他拥有像人一样的样貌，那都不是菩萨。第2句，凡以色见我，以因声求我，是人行邪道，不能见如来。意思是，凡是看见我就拜我的人，或者听到我的声音就上来求我的人，都是执迷于佛祖表象，这是邪道，永远都见不到如来。第3句，凡所有相，皆为虚妄。若见诸相非相，则见如来。意思是，如果一个人不再被事物的表象所迷惑，能看透各种事物表象背后的本质，就相当于见到佛祖的真身了。不着相，不住相，才能见如来，才是真正的修行。因此，我们要记住一句话：向内求，向外修。所谓向内求，就是当我们有所求的时候，要明白，在关键时刻，只有自己才能救自己，只有自己才能给自己答案。别人只能给自己一个指点或者启示，最终拯救自己的还是自己。求人不如求己，就是这个道理。在我们进一步探索之前，我们有一个激动人心的消息要告诉大家，我们已经开通会员功能了。现在，您可以加入我们的会员大家庭，享受会员专属影片和更多独家内容。别忘了关注才知道，并点击小铃铛，我们将继续揭示更多关于金钱的真相，祝你迅速实现财务自由。所谓向外修，就是当我们想修行提升的时候，要借助他人才能修自己，
而不是把自己关闭起来，谁也不见，甚至跑到深山老林里躲着。红尘俗世就是最好的修行道场，而绝大部分人都搞反了，有困难的时候总是先想着去求别人，想修行提升的时候，第一时间就想跑到深山老林里，以为自己变高明了，其实就是自以为是。3. 修行不是跑去深山老林，不是躲在寺庙道观，相反，身处红尘才能真正的修行。第一，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去帮助别人，时刻去为世界创造价值，这是布施。第二，不纵情酒色，不过分的追求刺激和享乐，这是持戒。第三，别人对你无故发怒，你也能礼让，因为你看到他的可怜，这是忍辱。第四，每天进步一点点，分秒觉察自己的状态，这是精进。第五，活在当下，体验心流的状态，做到了物我两忘，这是禅定。第六，明白诸法空相，诸行无常，诸法无我，这是智慧。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进、禅定、智慧，这就是佛家讲的六度，是6种最好的修行方法。所谓大隐隐于市，小隐隐于山。很多人远离尘世，都是为了逃避现实。请铭记，红尘就是最好的道场，红尘历练就是最好的修行。真正的修行不是对现实问题的逃避，恰恰相反，每一个现实问题都是修行的最佳入口。每一场烦恼，每一次情绪，每一次恐惧，都是道场。如果你创业充满艰难险阻，创业就是你的道场。如果你的爱人之间有隔阂，夫妻关系就是你的道场。如果你的孩子沟通有问题，教育就是你的道场。如果你的身体生了大病，生死存亡就是你的道场。修行就在每一个痛苦之处，每一次冲动之时，每一次有情绪的当下。越是艰难处，越是修心时。我们遭受的每一份痛苦，都是为了让我们觉悟的。明白了这个道理，人生处处都在修行，时时是课堂，事事是考试，人人是老师，这就是修行。4. 修行到一定阶段，你将拥有一眼窥见所有事物本质的能力。此时，一切表象在你面前都如梦幻泡影，万事万物在你面前如同洞若观火。你可以随时将红尘世俗置之度外，这就是一种洒脱。这种能力，瑜伽称为梵，上帝称为爱，儒家称为仁，佛家称为空，中国人称为道。未来社会，每个人都要学会修心。修心比努力和拼搏更重要，练就一颗如如不动之心，面对各种外界变化，要把无常当有常。练出一个强大的内心，才是未来一个人最关键的能力。开悟得道之前是我在活着，开悟得道之后是我看着我在活着。它可以让我们从高维俯瞰自己，俯瞰众生，跳出3界外，不在5行中。这就像你在玩游戏，之前你总以为你是主角，一直在努力打怪。后来有一天，你忽然变成了玩游戏的那个人，于是一瞬间你就看清了自己所有的问题。能站在高维审视自己，让自己看着自己的各种行动，随时纠正自己，这是一种极其强大的能力，可以让我们从高维俯瞰自己，俯瞰众生。人生一旦开悟得道，就看到了真相，认清了本质。这种人的人生从此只能自己做主了，因为没有人再能给他们提供鸡汤了。宠辱不惊，看庭前花开花落，去留无意，望天上云卷云舒。恭喜你问道成功，真相即将揭开。2. 世界变坏是从做好人赚不到钱开始的。首先，人为什么怕得癌症？人体内有2种细胞，一种是好的正常细胞，一种是坏的癌细胞。正常情况下，人体内的癌细胞总会被正常细胞吞噬清理，而一旦癌细胞的繁殖速度过快，并且压过正常细胞时，人体就开始变质，这就是癌症。社会上也有2种人，一种是好人君子，一种是坏人小人。正常情况下，
好人远比坏人多，坏人成不了气候。而一旦坏人越来越多，社会风气正不压血的时候，社会也开始得了癌症。先来看几个问题。为什么卖假货的能淘汰掉卖真货的？为什么炒房的比做实业的赚得多？为什么小鲜肉身价费能超过科学家？还有如下2个现象。我们平时乘公交或地铁，规矩排队者总是被挤得东倒西歪，而不守秩序的人倒常常能够捷足先登，能抢到一个座位。而当我们在一群人里打车，站在路边规规矩矩等车的人，总是被强行站到马路中间的人抢去机会。经济学里有一个著名定律，劣币驱逐良币。在铸币时代，当那些低于法定重量或者成色的铸币、劣币进入流通领域之后，人们就倾向于将那些足值货币、良币收藏起来。最后，良币将被驱逐，市场上流通的就只剩下劣币了。经济学上的劣币驱逐良币，在社会上的表现就是恶人不断驱赶善人。具体来说，就是在一个社会里，当有一小撮人因为投机取巧而先获得利益，此时如果社会的惩罚和价值体系不能使他们付出代价，那么剩下的大部分人必然也不会再坚守自己原则。聪明人会把才华用在利益的争夺上，平庸的人为了争取利益则会铤而走险。这还导致什么结果呢？还是拿上面2件事为例。为了先登上车，大家都不去排队，结果车辆一来，众人就争先恐后，所以上车的效率就低了，最后谁也都没有占到便宜。为了先打到车，大家都站到马路中间去伸手拦车，结果马路上的人越来越多，占据大半个车道，导致道路越发拥堵，大家打车的效率也都变慢了。这就是最终结果，每个人都互不相让，不再迁就别人，也不再相信公理，然后互相提防，人人自危，僵持在一种互相制衡的尴尬状态，然后大眼瞪小眼。此时社会的运作效率大大降低，经济效率大打折扣。所以现在我们都觉得生意越来越难做，项目越来越难做，创业越来越艰难。根本原因就是在于人与人之间失去了信任，无论你说什么，无论你承诺什么，别人都不信了。每个人都紧紧捂着自己的1亩3分田，生怕一松手就被别人抢去了。为什么房价还在升高？就是因为其他实业和创业都很难赚到钱了。结果大家发现还是那帮炒房的人最聪明，于是大家都去买房了。我有一个朋友，有一次我们在探讨高房价对经济的伤害，我们都对高房价深恶痛绝。但聊完之后，他第2天就去排队买房了。其实道理很简单，每一个人面对不公平都有情感上的愤怒，但当大家发现只有跟随那一小撮人后面才能保证自己的利益的时候，只能跟着他们后面行动。我相信社会上的大部分人都有公德心、公理心，但是社会上的全部人都是坚守自己利益的。所以我们明明知道盲从购房对经济有伤害，但是还都往这个大泡沫里吹气，为这种野蛮的行径添砖加瓦。最后的结果就是每个人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，把房价捧得越来越高。有房的人看着自己的纸面财富而心安理得，没房的人对社会愤愤不平。归根结底，只要先不遵守秩序的人没有遭受应有惩罚，就会带动大家一起不遵守秩序。好人做好事没有得到奖赏，反而因为安分守己和安贫乐道而遭到歧视，甚至是排挤。坏人做坏事并没有得到惩罚，反而因为赚到了钱而被歌颂和追捧。这就是一个社会最混蛋的逻辑。读过初中的人都知道数学上的一个基本法则，正负得负，负负得正。一个负数乘以一个正数的结果是负数，而一个负数乘以一个负数的结果却是正数。所以在一个出错的大多数里，很多人只能被逼着去犯错。毕竟在乌鸦的世界里，天鹅是有罪的。2. 一个好人从什么时候开始变坏的？从他觉得不公平的那一刻起。
一个有才的人从什么时候开始变俗的？从他看透芸芸众生的那一刻起。芸芸众生的错在哪里？在于平庸之恶。当年窦娥含冤被押赴法场行刑之前，问窦娥还有何话讲。窦娥说，如果我是冤的，我死后3年大旱。窦娥被行刑后，果真是大旱3年，颗粒无收。多年后，窦娥的父亲金榜得中，做了高官，回乡重审窦娥一案，杀了那个贪官。这时乡亲们对他说，我们知道窦娥是冤枉的，但是畏惧贪官权势，敢怒不敢言。可是我们又没加害窦娥，为什么要受这3年大旱之苦呢？窦娥的父亲说，你们明知窦娥是冤的，却不敢说句公道话，是为不义。老天有眼，没有无妄之灾。天灾人祸就是在惩治不仁不义之徒呢。所以大部分人在恶行面前都会选择沉默，甚至为了自己利益会选择盲从，这就是平庸之恶。劣币驱逐良币，坏人淘汰好人，也是这个俗世的基本规则。仔细想想，我们自己也是这样在淘汰万物。比如我们去摘水果时候，又红又大的总是被第一时间抢走，而歪瓜裂枣却幸存了下来。我们杀猪宰羊，又肥又大的总是被拖出来杀掉，而那些瘦骨嶙峋、病病殃殃的都存活了下来。动物和植物也有自己的世界，他们肯定也会觉得不公平，凭什么优良品种先被淘汰？但是在人来看起来就是很正常的。如果在一个社会里，好人得不到奖赏反而受到排挤，坏人得不到惩罚反而被歌颂，这就是一件很可怕的事。什么时候能有一种制度使恶人永远受到惩罚？3. 天地不仁，以万物为刍狗。我们只是上天的一颗小小的棋子而已，真的没有必要把自己看那么神圣。所以人至贱则无敌，水至清则无鱼。与没有下限的人过得越好，越洁身自好的人越无处容身。这就是上帝设定的规则，让我们来遵守的。任何一个试图超越这种规则的人，总是被反复惩罚。因此，平庸的人在这个世上如鱼得水，有才的人总是各种叛逆。所以，在一个大众素养有待提升的社会里，很多善良的人和有才华的人往往会放弃原则和理想。因为坚守的意义是什么呢？难道是为了守卫剩余的大多数平庸者吗？对于社会上大多数人来说，当我们埋怨社会太不公平的时候，我们有没有想过自己在利益面前就那么轻而易举地放弃了原则？当我们埋怨淘宝假货太多时候，我们有没有想过自己那么喜欢便宜的东西？当我们埋怨小鲜肉赚得太多的时候，我们有没有想过自己如此迷恋娱乐选秀节目和韩剧？所以，有什么样的消费者就有什么样的产品，有什么样的观众就有什么样的节目，有什么样读者就有什么样的作品，有什么样的民众就有什么样的社会。所以，做人一旦有了独立思考的能力，往往犯了大忌。因为这时的人往往会追求价值和贡献，追求真理和真相，而社会环境又不允许这样做，这才是最痛苦的。杀人放火金腰带，修桥补路无尸骸。好人不长命，祸害留千年。对于这些不公正的现象，唯一能将这一切解释圆满的就是佛了。佛说，不是不报，时候未到。欲知前世因，今生受者是；欲知后世果，今生做者是。所求不顺遂，皆从昔罪生。一切的痛苦、恐怖及不顺都是由往昔所造的罪业而产生。只有把人生放到更长的轮回里，善恶有报才能成立。最后再提醒大家一句话，如果有一天你觉得自己需要变得庸俗起来，请给自己内心封存一点正义感，坚持做一个庸俗的好人吧。3. 世界有2套秩序，一套是阳，一套是阴，一阴一阳之谓道。这个社会也有2套秩序，一套是显性秩序，一套是隐性秩序。显性秩序是普罗大众的，
教你安安稳稳过好这一生，让你不要多想。隐性秩序是少数人独享的，传内不传外，他们偷偷操控世界的运转。我们平时在培训课堂、短视频、大众书籍里看到的，都只不过是安抚芸芸众生的心灵鸡汤。而像帝王术、绝学、天机、真相等等，永远不可能在普罗大众中流传。为何我们都在喝鸡汤，却看不到真相？因为真理永远掌握在少数人手里，真相从古至今都是少数人才能掌握的。更何况鸡肉都被少数人吃掉了，所以剩下的绝大多数人只能喝鸡汤。比如这3句话：一、世界是公平的；二、社会是美好的；三、好人必有好报。这就是典型的鸡汤。社会一直在这样教化我们，这种教化的积极意义能够让我们做一个好人，因为对于广大普通人来说，只有这样才能激发心中的真善美。但是请你记住下面这3句话：一、不公是正常的；二、社会是残忍的；三、小人总是先得志。如果你能接纳这3点，同时还不影响你做一个好人，那才是一个真正的好人。经常有人说自己乐观，但是绝大部分乐观都是假乐观，都是因为没有看清真相的残忍而乐观。这种人总有一天会因为过于天真而遭受打击。唯有那些看透了世界的残忍之后还能保持乐观的人，才是真正的乐观。二、一个人成熟的标志就是发现了这2套秩序的关系。显性秩序浮在表面，围绕道德展开，人人都知说不做，停留在口号和嘴里。隐性秩序潜在水下，围绕利益展开，人人都只做不说，只应用于实际行动。所谓透过表象看本质，就是只要穿过显性秩序去窥见隐性秩序。你看到的公平正义都是表象，社会的本质其实是弱肉强食。所谓看破不说破，指的就是隐性秩序只可被默默使用，但千万不能说出来，一说就会惹祸上身。显性秩序是一个幌子，是大家互相标榜的口号。你要是完全按照这套秩序行事，必定会一事无成，而且被大家嘲笑。隐性秩序才是本质，你直接用就行了。要是非要把它说穿，就破坏了这2套秩序相辅相成的结构，肯定要受到惩罚。因此很多真话是不能说的，你只要说出来，马上就有灾难，因为你破坏了整个社会的运转秩序。佛曰：不可说。要想推导事情的进展或者看透一个人，不能用显性秩序，必须要用隐性秩序。由于隐性秩序的维系都是靠利益，所以这套方法也叫利益分析法。所谓利益分析法，就是每遇见一件事，要迅速切割成不同的利益方，用每个人的切身利益推导每个人的行为。千万不要被他们满口的仁义道德所迷惑。切记，决定一个人的前途和命运的，表面上看是能力和机遇，其实是看他和谁形成了利益共同体，看他代表了谁的利益。我们平时所看到的那些风光人物，基本的都是利益团体操控的玩偶。三、弄懂了这个道理之后，我们能瞬间想通之前很多想不通的事。比如孔子同一时代的鬼谷子，有惊天伟地之才，培养的徒弟个个都是国之栋梁，但他为什么不能像孔子一样被后人传颂成为万世师表呢？因为孔子发现的是显性秩序，仁义道德这种东西更适合挂着嘴上，逢人就用来标榜自己。而鬼谷子发现的是世界的隐性秩序，这套秩序更适合做而不适合说的，只适合默默使用，千万不能说出来。所以孔子的思想被万世敬仰，被我们大声喊出来，而鬼谷子的思想只能被默默铭记，只适合悄悄流传。比如很多人挂在嘴上说的全是仁义道德，张口就是要利他，但是内心盘算的一定是利益。因为一个人内心越缺少什么，就会越要展示什么。比如
一定要小心那些嘴上说话很好听的人，这些人内心盘算也往往更深。千万不要轻易相信一个人嘴里说的话，你只能看一个人的实际行动。比如我们经常说这个人是嘴里一套心里一套，很虚伪，但是这种人往往在社会上混得开。为什么做实事的人往往总是吃亏？因为他们做事遵循了显性秩序，但显性秩序是只能说而不能做的。为什么说实话的人往往到处碰壁？因为他们把隐性秩序说了出来，但隐性秩序是只能做而不能说的。什么叫知行合一呢？一个圣人有3套规则：一、嘴里一套，就是你嘴上在强调的；二、心里一套，就是你实际心里想的；三、手里一套，就是你实际去做的。其中嘴里和心里是相反的，就是你嘴上说的跟心里想的是相反的。同时你嘴上说的跟你行为上做的也是相反的，也因此你心里想的跟手里做的就是一致了，这就叫知行合一。四、正是有了2套秩序，所以很多东西我们明明都知道它是假的，但照样可以做到视而不见，把它假戏真做。比如很多时候我们明知道自己在说空话，我们也知道对方在说假话，我们都知道彼此都在说套话，大家一起心知肚明正儿八经地说个套话，这就是借假修真。世界的本质就是构建出的各种假象。往小的方面说，生活处处都在造假，财务作假，收视率作假，电商刷单作假，直播数据作假，粉丝量作假，投票作假，就连奶茶店都得花钱请人制造排队的假象。往大的方面说，商业的本质就是假象。看看我们身边吧，每天都有各种公司花费投入金钱在影响我们，从广告、包装、促销到电视、电影等等，采用各种方式渲染，从而影响你和家人去消费，从中牟利。资本的本质也是假象。资本大鳄索罗斯说，世界经济史是一部基于假象和谎言的连续剧。要获得财富，做法就是在进入之前先认清其假象，投入其中，然后在假象被大众认识之前退出游戏。世界本来就是没有真相的，很多真相到了下一个阶段就被推翻了。比如牛顿的经典力学，刚一诞生就成了当时的真理。后来爱因斯坦相对论诞生了，就把经典力学推翻了，相对论成了真理。再后来量子力学诞生了，又把相对论推翻了。再过几十年，一定有新的科学理论诞生，把量子力学推翻。世界就是这样进步的。所谓科学精神，就是可以不断推翻自己的探索精神。金刚经里一直强调因无所住而生其心，当我们不执着于表象的时候，才能看到真实的世界。这也叫不着相，不住相。孙子兵法里说，虚则实之，实则虚之，意思是你看到的是虚的，往往是实的；你看到的实的，往往是虚的。金刚经里还说，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。若见诸相非相，即见如来。意思是一切表象都是我们内心的深处的虚设。如果你能看到各种表象背后的本质，你就彻悟了。这就叫借假修真，借着假合的表象来求得真我，修成正果。借着外在的假象去修自己内在的幸福，这是人类最顶级的智慧。真到假处真亦假，假到真处假亦真。一切的人事和手段都只是一个相，只是一个工具。重要的是我们利用这个工具达到什么目的。是人犯的最大的一个错误是太着相，太在乎那个相本身，对象本身，产生各种争执。禅宗的六祖慧能说，真理犹如天上的明月，那些对真理的解释就像是用来指月的手指。我们问佛月亮在哪里，佛用手指月亮。我们应该顺着佛的手指看月亮，而不是盯着他的手指不放。这就是知相了。楞严经中有说，如人以手指月是人，彼人因只当应看月。这恰恰也是这个社会最了不起的地方，它通过一系列表象迷惑我们，
考验我们的深度思考的能力。凡是能同时看到这两套秩序的人，都能走向成功。相反，如果一个人眼里只能看到第一套秩序假象，就会因为被假象蒙蔽而被社会淘汰，甚至被人不断收割。我们经常说，世界上99%的人都活在假象里，他们总是被洗脑和收割。只有1%的人才能看清真相，他们才是世界的操控者。关注我，我是才知道，带你解锁更多金钱的真相。